欧盟盯上了俄罗斯的资产，欧洲央行和德国双双反对，美国黄雀在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马上说。1966亿欧元，这是俄罗斯被冻结在欧洲金融管道里的钱。面对如此巨款，最近手头正紧的欧盟盯上了这笔钱，但是他们都明白，任谁都不敢拿这笔钱，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。这个主意说实话还是美国最先想起来的。就在今年2月份，美国首次拿俄罗斯寡头的财产去援助乌克兰，于是欧盟茅塞顿开。对呀，为什么不用俄罗斯放在欧洲的钱去援助乌克兰呢？这样不就名正言顺的把这笔钱给提出来了吗？但是不得不说美国这一手抛砖引玉是真的损啊。首先我们看看，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是俄罗斯寡头的钱，也就是说这钱是个人资产，哪怕里面有俄罗斯的国家资产，那也是打上了私人的标签。而俄罗斯寡头在俄罗斯国内的形象那就不必说了吧。所以美国把这笔钱给乌克兰，俄罗斯虽然心里不爽，但是也无所谓反正寡头的钱和俄罗斯人民又没有关系。但是欧盟没收的1966亿欧元里面，那可是有俄罗斯央行的资产，也就是说是国家的资产，是属于全体俄罗斯人民的。你说欧盟拿这笔钱去援助乌克兰打俄罗斯，俄罗斯人会怎么想呢？这不得把欧盟和乌克兰给恨死呀！这一手二桃杀三士，美国玩的是脸不红心不跳。你说欧盟里面没有美国的内鬼，那我可是万分不相信的。还有这笔钱就是真的提出来了，乌克兰能够拿到吗？根本不可能。你说美国把寡头的钱给了乌克兰，那是给的谁？怎么给的？真的是可笑。你说美国能好心的免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吗？要知道，布莱德利步兵战车一辆造价不菲，乌克兰一天就报废了9辆，而美国将援助一共109辆。你说乌克兰手里会有那么多钱吗？所以恐怕这笔钱名义上是援助乌克兰，塞给乌克兰还没捂热呢，就得再抠回来抵扣武器装备的账吧，顶多分润一点给参加这场演出的演员们。欧洲的手里这笔钱恐怕也是如此，说好听的是援助乌克兰重建，但是乌克兰政府拿到手里怎么用，普通民众怎么知道？而到时候恐怕是拿过来从欧盟手里换枪换炮，再扔给前线的士兵去送死吧。尤其是最近各国援助的装备在俄乌战场是损失惨重，被击毁的视频照片相继传出，乌克兰军队又需要补充武器装备了。恐怕这笔钱最终还是要落到西方国家的口袋里，至于谁拿的最多，谁吃相最难看，估计还得是美国。欧洲的兵工厂就是24小时不停产，估计产能也都没有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产能高。而到时候恐怕欧盟援助乌克兰都要从美国的手里买军火，而这还是能看得见的东西。欧盟一旦动了这笔钱，到时候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不说，整个欧洲金融区的信誉可能都要搭进去。所以欧洲央行警告欧盟不要动这笔钱，而德国也明确的反对欧盟打这笔钱的主意。这么一看，如果美国动寡头的钱真的是唱戏给欧盟看，那可就是真的阴损得很但是欧盟恐怕明知道这是个坑也得跳，原本整个欧盟就面临经济衰退，而现在还得援助乌克兰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所以欧盟盯上了这笔钱也是无可厚非，就看欧盟能不能承担动这笔钱的后果了。好的，本期话题到此结束，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聊。